山有扶苏初雪那天，他在药铺门口捡到一个人，青衫染血，倒在雪地里，呼吸若有似无。苏雨探了探鼻息，还有气，便拖着他进了铺子。见伤很深，伤及经脉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木盒，盒里躺着3颗丹药，泛着淡淡的灵光。这是师父留给他保命用的，如今只剩3颗了。算你运气好。他叹口气，为他服下1颗，药入口即化。那人脸色总算好了些，他又忙活了大半夜，才把外伤处理妥当，累得坐在地上。他看着榻上昏睡的人，突然笑了。师父啊，你说我这是不是傻，把保命的药给了个不认识的人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他也睡住了。他醒来时已是3日后，睁眼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坐在榻边缝衣服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落在她身上，安静而温暖。醒了。他抬起头，眼睛弯弯的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煮粥。不等他回答，他就起身出去了。他撑着坐起来，低头看自己的伤口，包扎得很细致，用的药也不是凡品。他运转灵力，发现经脉虽然受损，但已经开始修复了。那是什么丹药？他端着粥进来时，他正在思索。先吃点东西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深。我叫苏雨。他笑了笑。这药铺是我师父留给我的，他3年前仙逝了，现在就我一个人。云深看着他，突然问：你也是修士？算是吧，逐机期卡了10年了。他说得轻松，但云深听得出那份释然里的遗憾。你救了我，日后若有需要。不用。苏雨打断他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你好好养伤就行了。云深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云深在药铺住了下来，每天清晨，苏雨会去镇上买菜，回来给他做饭。云深说他已经辟谷，不需要吃饭，他却说伤成这样，不吃点怎么行？于是他就吃了。苏雨的厨艺很好，做的都是寻常家常菜，却让他想起很久以前还是凡人时的味道。好吃吗？他拖着下巴问。那就多吃点。他又给他加了菜。你这么瘦，得补补。云深看着碗里堆得高高的菜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弧度。已经多少年，没有人这样对他了。修仙路上，他走得太快，也太孤独。同门师兄弟都在争夺资源，算计利益，师门里的温情早就消磨殆尽。而这个小小的药铺，这个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的女子，却让他想起了一个词：家。苏雨的药铺生意不算好，但他总是很认真的给每个人看诊。有个老妇人来买药，苏雨只收了1半的钱。老妇人走后，云深问：他不会再来了吧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苏雨耸耸肩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也不缺那点钱。你这样，药铺迟早要倒闭的。那就倒吧。他笑得灿烂。师父说，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云深沉默了，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为了1颗丹药与同门翻脸，为了一处洞府与他派厮杀，为了突破瓶颈不择手段。什么时候他变成了这样？那天夜里，云深在院子里练剑。还在练啊？苏雨端着2杯茶走过来。歇会儿吧。云深收剑，接过茶杯。你的剑法很厉害，一看就知道是大宗门出来的。你呢？你师父是谁？一个散修。苏雨仰头看着星空。他捡到我的时候我才5岁，被人丢在荒山里，他养大了我，教我修炼，教我医术，然后就走了。对不起。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他笑了。师父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捡到了我，我也觉得能遇到师父是我的福气。你想他吗？当然想，但我知道他希望我好好活着，开心的活着，所以我就努力开心啊。云深看着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酸涩。这个女子明明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却还能笑得这么纯粹，而他呢，拥有了那么多，却连笑都忘了。冬天很快就过去了，春天来临时，药铺门口的桃树开花了，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。苏雨站在树下，伸手接住一片花瓣，真好看。他转头对云深说：你看是不是很美？你要走了吧？他突然问。云深愣住。你的伤已经好了，再留下去也没意义了，
而且你应该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吧？是的，他该走了，仇还没报，宗门还在等他回去，修为还要继续提升。但为什么听到他这么说，他的心却突然空了一块？跟我走。他突然拉住他的手，跟我回宗门，我可以帮你突破瓶颈，可以给你更好的功法和资源。不用，苏雨轻轻抽回手，我在这里挺好的。可是你不想变得更强吗？不想。他笑了，我只想好好开我的药铺，救我能救的人，这样就够了。云深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了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，把变强当成唯一的目标，有些人只是想平平淡淡的活着，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。对不起，是我唐突啊。没关系。苏雨拍拍他的肩膀，你好好修炼，以后成了大人物，可别忘了我这个小药铺哦。第二天清晨，云深离开了，临走前，他在桌上留下一个储物袋，里面是他身上所有的零食和丹药。苏雨看着那个储物袋，叹了口气，真是个傻子。他笑着摇头，留这么多东西，我又用不住。但他还是收起了储物袋，放在师父留给他的那个木盒旁边。师父，我又救了一个人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会过得更好吧。窗外的桃花又落了一地，春天来了，又走了，而他还是一个人守着这间小小的药铺。5年后，苏雨在后院种药的时候，听到前面传来动静。有人吗？他愣了一下，这声音跑到前院，看到一个白衣男子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壶酒，是云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路过，顺便来看看。苏雨笑了，路过，从这里到你们宗门，少说也要绕300里吧。云深没有辩解，只是把酒递给他。这是给你的。我不喝酒。我知道，当我喝。苏雨愣住，然后笑出声来。行啊，那就陪你喝。两人坐在院子里，桃花已经谢了，结了小小的果子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苏雨问。还行，报了仇，也突破了。那挺好的。但不快乐。他突然说。苏雨看着他，我以为变强了就会快乐，但其实没有，反而越来越迷茫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。云深喝了口酒。这5年我想明白了，修仙的意义不是活得多久，变得多强，而是找到值得守护的东西，而我想守护你。桃树下，他哭了，不是难过，而是太过幸福。那你可要说话算话。他抽泣着说。不许再跑了。不跑了。云深抱住他。这次哪里都不去了。后来的日子，药铺里多了一个人，他不太会说话，但很会照顾人，会在他累的时候煮好茶，会在他生病的时候熬药，会在下雪的时候把院子的雪扫乾净。镇上的人都说，苏姑娘终于找到良人了，而苏雨每次听到，都会笑得特别甜。师父，他在心里说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一个愿意陪我好好生活的人。您说的对，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我救了他，他也救了我。院子里的桃树又开花了，粉色的花瓣飘落，落在2个人身上。他们没有飞升，没有成仙，但在这个小小的镇子，小小的药铺里，他们找到了此生最珍贵的东西，彼此，而这就是圆满。